快40岁的单身男人的生活就是睡觉、起床和上班，日复一日的重复。曾经引以为傲的浓密头发，现在也多了几根白发。即使很想尝试电视里介绍的甜品，是不是觉得一个大叔单独去买东西挺奇怪的？在公司里，野墨是个很通情达理的上司，很多下属都尊敬和喜欢他。不过，这么优秀的他其实对什么都不感兴趣，对升职没野心，对社交也提不起劲，这让他上级很困惑，不断劝他再三考虑。作为朋友和下属的外川非常担心，外川竭力劝说野墨，觉得他不该这么消极，但野墨只想维持现状，不愿陷入争位子的麻烦。曾经的年轻冲劲在40岁的他身上逐渐淡化。对了，外川，你知道什么好的甜点店吗？知道几个吧？能带我去吗？好的。回公司路上，野墨感慨那些女生的玩闹时光，可以一起拍照，一起谈恋爱话题，既简单又快乐。他长期的孤独令他很羡慕，即便男生再疯，也没他们玩得那么开心。但当外川举起手机要合影时，他却退缩了。野墨说，如果自己是女生，可能会想和外川聊恋爱话题，也会很嗨的自拍。毕竟像外川这么温柔的人，肯定会耐心陪他的吧。随后也拿出手机对准外川拍了一张，还说这是模仿女生拍帅哥。害羞的外川赶紧侧过头去，我算帅哥吗？至少公司女员工这么说。真是女员工说的吗？该回复上级的时间到了。野墨再次表示不想升职，他说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，想做什么。这让外川想起初见面试官时的野墨，也说过同样的话。他说，过去的我一事无成，所以我也不知道未来会做什么。其实我也搞不清楚自己想做什么。现在他不愿看到野味继续丧下去，于是建议模仿女生，然后就带野味去了甜品店，还点了份萌萌的草莓煎饼。举动让野味觉得，却觉得美好如行云流水。此刻你就忘掉自己是男人的事，尽情开心吧。他还借口看妹纸的理由问野味有没有喜欢的人。野墨以为自己年近40与爱情绝缘了。野墨先生，其实你很害怕吧？无论是恋爱、升职，还是接新任务，责任增加，甚至小事如吃煎饼，都让你感到恐惧，对吧？你发现自己快40岁了，除了工作一无所有，却又不知该追求什么，担心自己不再像年轻时能坦然承认无知，更害怕在毫无准备时尝试新东西却遭遇失败。你怕就这样到不惑之年，甚至后悔曾为工作如此投入。这一连串打击仿佛击穿了野墨的灵魂，但再怎么伪装也瞒不了外川。他为什么总是能看穿我呢？因为我非常喜欢你，我喜欢和你一起拼搏。甚至连野墨的悲观，让他出现了更年期前的症状，所以想帮助他找回活力和幸福。野墨尝试了一口煎饼，味道出奇的好，这不就是重拾快乐的第一步吗？外川建议拍张照，说模仿女生能抗老。野墨配合地端起了美食，看着大口咀嚼。野墨回想起他面试时明知失败也坦诚地说，尽管会后悔，还是说出了自己过去的一事无成和对未来的迷茫。野墨很佩服他的勇敢，当时对他的鼓励，现在他用在了自己身上。野墨意识到，经验积累到一定程度，反而会阻碍接受新事物。
导致做事总往坏处想，让自己不敢尝试。所以这次当他重新拿起香烟时，还是决定去车站。有了那么久的戒烟打算，今天先尝试踏出第一步吧。已经不记得翻看过多少次上司的照片，每次看还是会不自觉地笑起来。外川在汇报行程时提到，会代替野墨处理喜欢他的女客户。外川的小醋意被野墨察觉了，但外川的喜欢总是说不出口，吞吞吐吐，这让野墨觉得无论是工作还是感情，每次都用玩笑来搪塞，总有一天会失去他人的信任吧。毕竟昨晚一起喝醉了。买咖啡时，外川特意替野墨换成了解酒的果昔，希望没喝过果昔的野墨能尝试些新东西。野墨喝了几口，觉得味道很棒，还发现外川的笑容挺可爱的，这让外川有点害羞了。于是他提议，明天一起去吃圣代怎么样？模仿女生的事还没完哦，别忘了，它可是抗老化的好办法。你真是好人啊，既优秀又善良，是个好老公的料吧？而且挺帅的。临上班前，外川问怎么不穿3件式西装了？记得你以前常穿啊。我挺喜欢的，因为真的很适合你。你转身的样子像一头霸道的小野豹。第二天，他们如约见面。野墨感叹外川充满活力，看起来年轻太多了。可外川并不觉得10岁是差距，他完全不在意年龄，只要能和野墨一起，他就很开心了。到了冷饮厅才发现队伍排得很长，而且全是女生，还能隐约听到前面女孩在小声议论自己，这让野墨觉得略显尴尬，可外川却毫不介意。冷风吹过时，还贴心的递给他暖宝宝。野墨不禁在想，为什么外川总是对这样沉闷又常常不安的自己这么好？难道因为他是上司就巴结他吗？不过跟他在一起真的很开心啊。排了20分钟队，终于进店了。两人点了店里招牌的巧克力圣代和草莓圣代，看起来超级美味。野墨迫不及待地开始吃，外川抓住机会拍了张野墨的吃相，还专门让野墨模仿女生的姿势一起自拍。之后每个休息日，两人都会约好去一个可爱的地方，一边享受美食，一边享受彼此陪伴。新的工作日，外川惊讶地发现野墨穿了3件式西装，心里泛起小小的喜悦。本来他还在精挑细选餐厅，毕竟今天是白色情人节，但却听说野墨约了女同事们一起吃饭，让他瞬间脸色阴沉。午休时看到野墨和女同事们有说有笑，外川心里不是滋味。没多久醋意上涌，他决定追问到底。和那些年轻女孩一起吃饭，还挺开心吧？外川侧面打听他们聊了什么。野墨坦诚透露，他只是想问哪儿有热门的餐厅或者有趣的地方，因为每次都是外川费心找地点，他觉得很不好意思。外川听完解释后，立刻放下心来，假装随意的逐渐靠近野墨。突如其来的距离让野墨清楚地听到自己的心跳。为了掩饰心里的不安，他迅速转移话题，聊些无关紧要的工作事，还模仿着姐妹淘撒娇的样子，开玩笑地说：“快来抱一抱。”对不起，我是不是玩得太过了？如果被帅哥抱的话，女生会变得更可爱。哪有什么可爱啊？冷静下来一想，我不过就是个大叔嘛。恢复理智的两人马上清醒过来。别忘了，这个拥抱也是可以抗老的哦。我还不到40呢。还不太会用智能机的野墨，
拍照时常常意外切到录像。外川则抓住每次出游机会狂拍野墨。野墨很感激外川，因为有他的陪伴，自己确实年轻了不少。为了感谢这成功的抗老，野墨打算今天下班后去外川家帮忙一天。突然的来访让外川有点手忙脚乱，简单收拾后才敢让野墨进门。很快，野墨就开始做晚餐了。外川像个好奇宝宝，一直围着野墨转。你先去看电视行吗？我很碍事吗？你太大了，挡路。变矮也没用。第一次尝到外川做的美食，外川特别开心。没想到看起来没什么爱好的野墨，做饭却很厉害。提到做饭用的各种酱料，不禁联想到熊猫，所以外川建议周日一起去动物园。本来野墨打算帮外川收拾屋子，看到房间很干净，他就打趣外川是不是提前2分钟把东西藏起来了，比如小杂志什么的。那你呢？你怎么解决性欲？野墨被问得很尴尬。外川大方地说，我都是想着我的理想对象自己来的，不用告诉我这些。这让尴尬的野墨马上打断了他，心里却已经波涛汹涌。回到家后，不安的野墨给外川发了消息，为今天突然打扰表示歉意，并问下周日能否一起去看熊猫。然后他一边喝酒一边等外川回复，但久等都没回信。第二天早上还是没收到消息，而且昨晚还着凉感冒了。他一次次看手机，但每次都失望。到了公司，野墨看到外川还是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。汇报工作时，外川察觉到他身体不好，可失落的野墨转移了话题。其实他很想问清楚，但总是开不了口。为什么我这么心浮气躁呢？午休时，外川像往常一样邀他吃饭，他拒绝了。接下来的工作中，野墨故意疏远他。公司聚餐，因为外川不去，野墨决定参加。因为身体不舒服，野墨在聚餐上显得没什么精神。担心的外川还是赶来了，得知野墨提前离开后，疯狂地追了出去。此时的野墨拿出手机，却发现没有消息。他翻看之前的录像，显得很失落。外川赶到后找到了野墨，执意要送他回家。到家后还贴心地给他买了功能饮料。外川忍不住问野墨为何要躲他，问是不是自己做错了。野墨说感觉自己过度干涉了外川的私生活，明明抗老这事都结束了，你还跑到他家，甚至半夜发消息。明明你只是上司，这样不是很奇怪吗？一点也不奇怪。对我来说，你不是普通上司，而是很特别的。所以，无论半夜发消息，还是一起出游，这都是他喜欢的，也是他期望的。当外川问还能不能一起去看熊猫时，两个人都愣住。原来是外川回复了消息，野墨却用了另一个账号，引发了误会。等外川切回账号后，野墨才发现外川早已回复了一堆消息，两人的误解终于解决了。外川离开后，野墨拿起手机，认真阅读外川的每条回复。好，一起去吧。你收到信了吗？怕你没收到，我又寄了一次。好的，我们一起去吧。野墨先生，你还好吗？许久担心不已的外川悄悄进来了，他拿起桌上的钥匙，临走前忍不住吻了熟睡的野墨。野墨一觉醒来，看见了外川留的字条，此刻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安心。到了公司后不久，外川就公然
把钥匙还给他，吓得野墨连忙跟他说低调点，毕竟是在公司，这样会引起误会的。这时上司说已经安排好了联谊，而且这次的主角可是外川，月志小姐指定要和他搭档，因为对他有好感。虽然野墨一直在努力推脱，但终究无法违抗上司的命令，对吧？烦死了！我确实蛮想找个伴儿的。虽然明白是上司的好意，但此刻野墨已经心烦意乱，就是不想让外川去。看到他们的僵持，外川说以后再回复领导。休息时看着情侣，野墨陷入了沉思，或许不该阻拦他吧。外川关心时，野墨回避了，暗自决定一起参加联谊。外川不懂野墨的突变，赌气答应了。联谊上，外川故意在野墨面前和女生聊得欢，野墨也被身边的女孩不停搭讪。当他说自己没有谈恋爱时，外川的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。没想到俩人竟然加了好友，气得外川只能不停喝酒，酸到爆表。等联谊结束时，他已经喝得烂醉如泥。俩人都赌气，觉得那女孩更适合对方。这时野墨来了消息，外川觉得是那女孩伤心，说了些违心话。你还是和那种女生更配，不论是吃甜点还是去动物园，和女生一起肯定更好。跟我这种臭男生纠缠，你应该很烦吧？野墨却说他从未觉得困扰，刚才女孩还夸他年轻。这一切都要感谢外川在抗老化上的帮忙。最重要的是，他跟外川在一起真的很开心。看着逐渐入睡的外川，他多想再靠近点，但理智让他退缩了。早上清醒后，外川才知道昨晚是野墨陪护的他，连忙道谢。野墨注意到外川身材真不错，而自己却是运动小白。外川反而觉得更应该锻炼运动抗老化，而且每当灾难来临时，逃跑救人都需要体力，还有做爱也挺耗体力。所以从今天开始先做动态拉伸。话音刚落，金就开始教野墨做平板支撑。虚弱的野墨勉强撑住，10几秒后就撑不住了。看到野墨肌肉太紧，外川开始给他按摩。你在干嘛呢？外川害羞的外川立刻站起来转移话题。野墨问他除了健身还有其他爱好吗？外川说自己会练剑道，玩室内攀岩、爬山等。野墨感叹他的生活如此充实，和自己差异很大。没想到外川却说这一切都是因为野墨。他回想起二人初次在面试时的相遇，被录取的外川坚定了要积极工作的决心，但野墨却说人生不只有工作，还要交朋友、培养兴趣、谈爱情等等。当时外川连一个都没有。也许正是野墨的鼓励，让爱慕的种子悄悄在外川内心萌芽。所以除了工作，野墨还教了他很多东西，比如包容他人的胸襟、为人着想的温柔，以及不经意间的笑容。成年后还能提醒他的，似乎也只有野墨了。听完外川的心里话，野墨很感动，他也有同样的感触。我也只有你，只有你能让我看见人生的美好。这样的表达让外川有点动情，但这时他却接到了联谊女孩的电话。野墨不想打扰，准备离开。他用力挣脱外川的阻拦。外川痛苦地说，他一直在努力追求野墨，虽然野墨完全没有察觉，但他明白，在其他人的世界里，
不会遇到同性的追求，更何况对方还是自己的下属。一直想坦白，但又怕他不明白我的心意，所以只能小心的把这份爱藏在心里。没想到自己忍不住，还用这种糟糕的方法说了出来。我喜欢你，真的特别喜欢你。没事，我明白。看到悲伤的外川，野墨很想安慰他，但是他却再次迟疑。外川深情的告白，但野墨没回应。外川失落，只希望还能继续维持上下级的普通关系。其实野墨内心也在纠结。第二天早晨，外川发现了野墨遗落的手表。在公司，两人假装若无其事。野墨看到桌上的手表，想起之前提醒外川要低调。外川确实把他的话记在心里。交代工作的时候，野墨心不在焉，心思飘忽。我马上就40岁了，他也快30岁了，我们都是男生，我是他的上司，他是我的下属。没错，我们是上下级，我只是他的上司。他还盼着像以前那样和外川吃饭，但这次外川拒绝了。看见外川和同期谈笑风生，又回到一个人的状态，野墨心里很难受。但是他还不知道，外川一直在暗地里关注着他。下班后，上司邀野墨喝点小酒，发现他竟然开吃甜点，打破了以往习惯。公司要成立新部门，上司希望野墨带队。一直消极的野墨这次却说要考虑一下。周末聚餐时，野墨身边也不见外川的身影。外川听说野墨要调离的消息，马上紧张起来。他接过同事递来的酒杯，但并表示自己不能继续喝了。他担心得很，坚持先送野墨回家。等车时，外川问他调职的事，虽然舍不得，但这可能对他更好。因为一直等不到出租车，野墨决定自己坐电车回家。于是两人朝不同方向离开。没事的，过段时间我就会恢复普通上司的身份，野墨先生。这时外川跑回来，把伞递给了野墨。他说怕等会儿会下雨。看到特地跑回来的外川，手里拿着伞，这让野墨感动不已。我问你，那我先走了，路上小心。看着他的背影，野墨难道真的就这样让他越走越远吗？他想起在曾经的雨天，外川总会带着2把伞，细心周到。明明不是分内的事，但他却总是心甘情愿地做。只要回到过去那个没有目标的自己，也许外川就不会对他笑了。不行，我完全无法接受。我不愿只是一个普通的上司。我想看他对我笑，我希望他生气，我希望他为我流泪，我想拥有他的全部情感。野墨终于向外川表达了心意，但外川觉得这是同情，他不希望野墨安慰他，只是为了他的情绪。这次野墨决定不再逃避，尽管害怕成为外川人生的阴影，但他更害怕没有外川的日子。现在他只想和他一起探索新幸福，无论未来好坏，都有信心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。无论年龄差距还是性别认同，就像不同出身地支持不同球队，无所谓。即使以后吵架或误会也不怕，只希望能一直像现在一样和好。明明快40岁了，却忍不住想在路上吻他。不久，公司来了新上司，同事们还是会想念已调走的野墨。午餐时间到了，可外川不见了踪影。他当然是和最爱的野墨先生在一起，虽不在一起工作，但每天都在彼此身边。只要他在，去哪都好。明天会比今天更爱你，后天比明天更爱你，
即使5年后，我还是会越来越爱你。